男人穿上铠甲，骚里骚气的看着镜子里的自己。因为上级弩哥把那个大闹宴会的服务生交给了公子哥，所以在加入联邦的第33天里，他和罗西塔成功的转正，当上了联邦士兵。二人不仅搬进了新的公寓，还得到了一笔不菲的薪水。拿到钱的第一时间，弩哥就给朱迪斯买了条碎花裙和一台唱片机，这样小家伙就可以听朋友送的唱片了。当然，那个服务生的事情也没有结束。罗西塔这几天都被命令搜查平民的房子，调查那些私下反抗联邦的组织者。他在检查衣柜的时候，发现柜子的背部好似有扇门，他推开门戒备地走了进去。里面没有人，只是墙上被印刷了各种涂鸦，写着人人平等自由这些字样。这里应该就是那些暗地组织者们偷偷聚集的地方。看到眼前的一幕幕，让经历过太多事情的罗西塔一眼便看出了问题所在，肯定是联邦内部的腐朽，导致私下有很多人不满。可他又有什么办法？就像现实社会一样，大家都活成了自己讨厌的样子。而在报社里，主编已经就昨天的事件制定了报纸初稿，上面声称那个名叫泰勒的服务生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。康妮看到这一幕便想着阻拦，这根本就不是事情的真相。那个泰勒不会无缘无故冒着被赶出联邦社区的风险去做这种傻事，他分明就是被逼无奈，最后才走到了劫持人质这一步。这里面肯定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。康妮认为新闻追求的是实事求是，应该把事情的真相写在报纸上，让泰勒和帕梅拉在公众面前对质。可主编怎么会按照他的想法来？他也算得上是联邦的高层，怎么可能会去找帕梅拉的麻烦？只能说末世的社会同样是黑暗的。而另一边，刘晶嘴角带着笑意地从床上醒来，因为昨晚他留宿在了女神家中，也顺带着结束了30多年的处男头衔。你没看错，咱们金宝虽然还没和史蒂芬妮正式恋爱，但俩人早就等不及拔上了萝卜。此时史蒂芬妮正在专心地看着什么，刘晶一看，这不是自己那本没有写完的小说吗？他有些尴尬。当初他们通过无线电结缘，所以金宝以此为题材写了篇爱情小说。之前二人还在无线电里时不时地讨论剧情来着。这时尤金显得很是不安，因为小说还没有完结，他怕自己的女神不喜欢自己写的桥段。可不曾想，史蒂芬妮看完表示自己很喜欢，同时也为金宝的才华感到骄傲。随后史蒂芬妮换上衣服准备出去工作，而尤金则坐在床边思量着，他想让关系更进一步。为了能天天拔上萝卜，他鼓足勇气说了表白的话，还拿出了自己公寓的钥匙。他想每天都能看到自己的女神。得到回应的尤金简直开心的飞起，属于他的爱情终于来了。缠绵了一会儿后，俩人也开始忙活各自的事情。金宝也是和史蒂芬妮约定好，下午在广场一起吃冰淇淋，这将是他们的第一次正式约会。从公寓出来后，刚刚结束单身的他心情还是很激动，甚至有些怀疑这是不是真的，所以他找到公主，想问问女生这样是不是就代表着答应了。公主告诉他是肯定的，如果一个女生说爱你，那就该相信她，大胆追求你的爱情吧。公主的一番话直接是给金宝吃了既定心丸，他也放下心来，是时候该坦荡的去迎接自己的爱情了。为了约会不掉链子，金宝提前几个小时就在广场等待，手里还拿着他们曾经在无线电里讨论过口味的冰淇淋。他的脸上满是幸福，眼睛时不时地看着远处，脑子里也在幻想着今晚用什么姿势。想着想着，他就不禁露出了猥琐的笑容。这可是他第一次谈恋爱啊，也像极了屏幕前各位芳心出动的时候。且让尤金等一会儿，视角带到康妮这边。作为一个记者，他有责任让民众知道事情的真相，所以他们来到了医院，直接是来到了关押泰勒的房间，但却被士兵给拦在了门口。康妮结印询问道：“泰勒有律师吗？你们对他的指控是什么？”可凯莉还没翻译完，病房的门就被打开了。墨瑟一脸严肃地盯着康妮二人，他什么也没有说，似乎在警告他们赶紧离开。但执着的二人并没有打算就此放弃。下午的时候，士兵外出执行任务，他俩也跟了出来，目的很简单，就是想从墨瑟那里打听一些内幕。起初墨瑟并不想理会他们，可这两个女人一直在他旁边不断的结印，搞得他眼花缭乱的，实在没办法了，他只好同意回答几个问题。康妮先是询问了泰勒被指控了什么罪名，其中到底隐藏着什么内幕，接着又问了为什么军队要服从政客的命令。墨瑟没想到康妮会问这么尖锐的问题，他并没有回答，而是劝说他们适可而止吧。挖掘那些我们彼此心知肚明却又见不得人的答案是没什么意义的，就算知道了真相又能如何？没有人会让你公之于众的。说完便转身离去。康妮二人沉默了，看来这里面的水源比他们想象的要深。过了一会儿，墨瑟回到了医院，可等他推开病房门后，却发现里面已经被收拾得干干净净的。瞅这架势，那个名叫泰勒的服务生应该是凶多吉少了。墨瑟本身也是一个正直的人，这种无法深究的案子他见识的太多了。联邦所谓的平等就是个笑话，权力法律终究是在那些贵族手里。 Where is the patient who was in N33 and the soldiers that were with him?
There's no one in it. I realize that. I want to know what happened to the man who was in there. He can't be moved without my authorization. Sorry, but apparently he can. 而另一边，康妮和凯莉也回到了公寓。他们知道这里面的水很深，但那颗正义的心不允许他们放弃。就在这时，门口亮起了敲门灯。康妮见状，赶忙走了过去。刚到门口，就看到地上有一张纸条塞了进来。可等他打开门朝外看去时，外面的人却已经离开了。康妮打开纸条一看，这竟然是一份名单，而最后一个赫然写的是那个服务生泰勒的名字。二人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，又是谁把纸条送过来的？而在外面，天色已经渐渐暗了下来。史蒂芬妮始终是没有过来赴约，可怜我金宝好不容易心动2次，却输得这么彻底，手里的冰淇淋也早就化了，一股说不出的凄凉涌上心头。晚上8点，金宝来到了史蒂芬妮的公寓，他想找到对方问个清楚，可按了好几次门铃都没有反应。他抬头一看，屋子的灯还是亮着的，这到底是啥情况？就在他纳闷的时候，一个光头男人从公寓里走了出来。金宝见状，赶忙顺势溜了进去。上到2楼后，他敲响了史蒂芬妮的房门，可无论他怎么呼喊，屋子里都没有回应。让他不知道的是，屋子里面漆黑一片，只有最里面卧室的灯是开着的。透过门缝朝里看去，只见史蒂芬妮正慌乱地收拾着行李，看这架势是要急着离开。第二天，尤金找来了好朋友罗西塔，让他们以士兵的身份进去看看。他很担心史蒂芬妮是不是出了什么事。罗西塔敲了半天门，依旧是没有任何回应。没办法，他们只能使用备用钥匙进去查看。5分钟后，俩人走了下来，他们告诉尤金屋子里连根毛都没有。尤金有些慌了，难道史蒂芬妮在故意躲着他，还是说这中间发生了什么他不知道的内情？罗西塔也不知道该如何的安慰他，最后只能是告诉他，如果24小时人还没找到的话，那就来安保部登记信息。尤金眼中含着泪水，他好像抓住了爱情，可却是昙花一现。